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周四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在华盛顿会谈。这场秦刚向美国总统拜登递交国书之前的程序性会见，受到美国舆论的高度关注。在安克雷奇和天津的2次中美互动之后，秦刚形容这次与舍曼的会谈气氛良好。那么这场会谈还有哪些看点？来看分析。外交部官网消息称，周四驻美国大使秦刚会见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舍曼欢迎秦刚大使来美履新，表示美国务院将为其履职提供便利和支持。秦刚大使感谢美方为其履职提供支持和协助，表示当前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十字路口，我将按照两国元首今年除夕通话的精神，加强同美方的及时沟通对话，努力推动理性、稳定、可控、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双方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对话沟通。值得注意的是，新华社在报道中提到，秦刚在会见结束后对记者表示，双方谈得很深入，也很坦诚，充分交换了意见。双方一致认为，中美双边关系非常重要，要通过对话沟通解决问题，管控好分歧和矛盾，改善两国关系。秦刚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他向舍曼明确阐述了中方立场。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这显示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最为敏感的议题。在对美关系当中有很多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在这么多有争议的问题当中，台湾问题是居于核心地位的，变成中美关系当中非常危险的一个问题。美国现在的所作所为，离一个中国以及中美3个联合公报这条路线越走越远，中美关系要围绕这个台湾问题可能会发生更多的碰撞，所以谈这个问题就是避免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上这个矛盾进一步的升级，使台海局势更加的稳定和和平。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天下午1时48分，美国国务院东亚局官员在杜鲁门大楼的大门口迎接秦刚大使一行中方人员。下午3时14分，秦刚一行走出杜鲁门大楼，临行前，秦刚还与美方官员交谈了约1分钟。秦刚对记者表示，与舍曼会谈的气氛良好。他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感谢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在他结束自我隔离后的第1天与他见面，并期待与美方继续对话，期待与美国同事继续对话与沟通，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理性、稳定、可管控、建设性的方向发展。舍曼也发文表示，欢迎秦刚来到华盛顿，并贴出一张2人会面的照片。英国广播公司指出，这是秦刚赴任后的首场公开活动，受到外界高度关注。在美中关系处于低谷之际，这场会晤以及双方继续保持沟通与对话的表态是一种积极信号。深圳卫视注意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当天稍晚一些时候发表一份简短声明，表示，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欢迎秦刚大使来到华盛顿。在与秦刚的会谈中，舍曼回顾了他上个月在天津与中国官员会面的情况，并表示美国承诺继续与中方磋商。在天津期间，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先后与舍曼会谈。谢锋表示，中方当面向美方提出2份清单，其中指出了8项美方错误对华政策，并敦促美方无条件执行，以纠正错误。对于舍曼赴天津之前提出的护栏说，谢锋回应称，只想解决美方关切的问题，只想得到美方想要的结果，单方面受益，既要坏事做绝，还想好处占尽，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有观察指出，中方已经在安克雷奇和天津2次会谈中向美方清晰画出红线，这意味着秦刚大使赴任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知道，中美关系在过去的2次会谈当中给人外界的印象是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我们从这一次这个谈话来看呢，这个气氛还是比较好的。中美之间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已经达成继续保持他们这个沟通管道的这种通畅、这种公开，双方愿意坐下来谈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果吧。舍曼是美国国务院的第2号人物，主管对华外交事务。秦刚与舍曼的会见属于礼节性的，是向美国总统拜登递交国书之前的必要程序。但观察指出，这次双方在礼节性会见中谈及实质性内容，对外释放出积极信号。实际上，周四是秦刚结束为期14天的自我防疫隔离的第1天。有美国媒体认为，舍曼在这天安排双方的会面，体现了美方的善意。美国外交事务杂志认为，如果说需要一个巧妙外交的时刻，那就是现在。
中国驻美使馆官网消息显示，秦刚7月28号飞抵华盛顿，在机场，他用英语发表演说称：“我相信中美关系的大门已经打开，就不会关上。”随后，秦刚在社交媒体发文透露，在经过为期14天的自我隔离之后，将很快开展工作。7月29号，国务院官网发布消息，免去秦刚的外交部副部长职务。当天，根据美方疫情期间有关规定，秦刚向美国务院礼宾司书面递交了国书副本。8月4号，习近平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免去崔天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任命秦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自秦刚赴任后，美国舆论高度关注这位中国大使的所有消息。事实上，直到与舍曼的会面的前一天晚上，美国国务院官网才发布了这项日程。但刚一挂上网，美国舆论就注意到这一消息，组织了重点报道。观察指出，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因为美国媒体几乎从不关注礼节性会谈，而这次的例外显示出美国社会对秦刚赴任的期待。CNBC 电视台在报道中指出，秦刚乐观的态度将有助于中美关系的改善。CNBC 也指出，秦刚以擅长为自己的国家辩护出名。路透社认为，秦刚赴任的时间点很不错，因为中美关系自特朗普时期开始恶化，但在7月的最后一周，中美高层商定改善关系。这两家媒体同时都认为，中美关系仍然面临较大压力。在地球上的另一边的法国广播公司则认为，秦刚履职显示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正在摸索前进的道路。关系已经全面的恶化了，所以他的工作的一个重心已经不是防，而是怎么治，怎么一个化解中美之间的这么一个矛盾。所以从工作的性质上来看呢，他这种治他这种比防要更加的难。他接手这么一个中美关系是处于一种千头万绪是剪不断理还乱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么一种新常态。所以如何我们说这个稳定中美关系，对秦刚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挑战。深圳卫视注意到，秦刚抵达美国次日开通了社交媒体账户，截至目前共发布了12则推文，2周的时间吸引了2.2万粉丝。合作是秦刚推文的主题词，既包括他启程之前赴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和尼克松总统访华时的上海联合公报诞生地锦江饭店小礼堂参观的内容，也有他赴美行程报平安内容，还包括呼吁中美就疫情防控和新能源汽车进行合作，就东京奥运会祝贺中美两国体育代表团，欢迎大家关注北京冬奥会。祝贺美国著名的博物馆及研究机构史密森学会成立175周年等内容。最新的则是与舍曼会见的内容。英国广播公司认为，秦刚的魅力攻势有助于塑造一个可爱、可亲、可敬的中国形象。秦刚的开局还是比较好的。秦刚他赴任作为中国这个驻美国的特命全权大使，他这个上任之初的话，讲话是比较务实的，是比较平和，没有争论，没有批评，是采取的是向前看的这么一种态度，不断的向美国释放善意会不会给中美关系带来我们说这个新的起色但是可能会有，但是还需要2个方面的一个条件。第一个的话就是美国政府是否投桃报李。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秦刚他是中国对美政策当中团队中的一员，还需要整个团队齐心协力向这个方向推进。外界还注意到，在秦刚大使履职的时候，美国驻华大使一职仍然空缺。综合美国媒体此前报道，小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国务院第3号人物尼古拉斯·伯恩斯、芝加哥前市长拉姆·伊曼纽尔和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等人都曾进入过拜登政府的驻华大使名单，但目前这一职位仍然悬而未决。美国商界此前曾对此多次表达担忧。随着秦刚的履职，美国社会担忧该国驻华大使仍然悬空，不利于美国自身。美国智库兰德公司亚太安全政策专家哈罗德认为，驻华大使空缺也显示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尚未完全成型。这个拜登上台执政以后了，他在任命驻外大使方面动作是比较慢的。他不仅没有向中国派出特命全权大使，他也没有向日本他的在东亚的最大的盟友国家派出特命全权大使。不排除由于我们说美国2党之争，使一些这个大使候选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夭折。从现在情况来看，最早应该是今年年底。好，新闻会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
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北京时间凌晨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会谈，表示要努力推动理性、稳定、可控、建设性的中美关系。那管先生，您对此有何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对中国新任驻美大使秦刚在抵美履新结束隔离期之后举行的首场正式会见呢，国内外的舆论呢都是相当关注的。那我个人认为呢，首次官方接触，它的基调还是相对正面的，也是有成果的。那么双方呢都确认了保持并且加强对话沟通的这个共同的意愿。美方声明，包括舍曼本人的推文，都提到了天津会谈。就天津会谈而言，那么外界印象最深的是国委兼外长王毅设定的中美关系3条底线，以及呢副外长谢锋当面提交的2份清单。可以这样说，最新会见呢，让美方对中国外交立场和底线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秦刚表示，当前中美关系站在新十字路口，那么这代表着中国外交界对中美关系态势的官方评估。秦刚在中美关系之前加上理性、稳定、可控、建设性这3个前置，强调呢要为此来做推动。这可以看作是中方对双边关系的愿景表述。一定程度上呢，这也是外部世界对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它的前景走向的共同的期待。比如呢，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就曾经采用过近似的表述。他2月间在发表主旨演说时就强调说，稳定、理性而且富有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可以造福世界。那么潘基文他就此阐释，全球挑战需要全球解决方案，那如果没有中美的合作，全球解决方案就很难实现。但是呢，之所以强调这呢是愿景的表述，对照当下，那么在中美激烈博弈、全面交锋的很多的场域，恐怕呢不理性、不稳定、不可控，因而不具建设性，才是中美关系的紧张现状。秦刚在回应记者提问时强调，台湾是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那您对此怎么看呢？那么中美简短声明呢都没有提到会谈的具体的议程，但是呢媒体相当关切秦刚见舍曼时如何来谈台湾问题，这很自然，因为呢近段时间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全方位的操弄，正在越来越逼近中方的底线。那么一个及时的细节例证是，在美国国务院官网上，紧跟着舍曼见秦刚声明的就是一条有关美日澳印，也就是所谓 QUAD 4国高官会的声明稿。那么其中呢，再度赫然提到与会高官讨论了台湾海峡和平安全的重要性，再度拉开4国齐打台湾牌的所谓的架势。今天呢，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回应记者提问，抨击美军印太总部司令阿奎利诺涉华的负面言论。那么这位司令此前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就所谓协防台湾的提问跑火车，他声称美军拥有全球最先进、最强大的军力，可以应对任何突发状态。但是呢，阿奎利诺他显然回避了美军尽人皆知的这样一个事实。兰德公司曾经应五角大楼的邀请做沙盘推演，那么一旦台海爆发战事，美方固然它作为全球第一军事强国，但是呢，如果选择军事介入，必遭败局无疑。我倒建议这位走马上任没多久的印太司令，他呢好好听听阿斯彭论坛上另一位主讲嘉宾的忠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他在视频连线中呢就强调说，在中国的外交利益版图中，台湾问题是 mother of all core interests， 是所有核心利益之母。之前王毅刚刚在东亚外长系列会上加场发言，回呛布林肯要在干涉台海问题上死了这条心。那么他在天津见舍曼时呢，也就中美关系划定了3条底线。秦刚大使说，与舍曼的会见谈得很深入、很坦诚。那么台湾问题作为底线中的底线，秦刚自然是要当面再度来向舍曼确认。我注意到呢，今天路透社电稿正是呢以此来作为标题的中国新大使在美首次高层会晤中强调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好，请广阳先生保持在线，稍后将会继续连线您，谢谢。继美国中情局局长上月宣称要用冷战战术对付中国后，该机构又在策划对中国出招。美国彭博社当地时间周4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 ，CIA 正在考虑设立一个独立的中国任务中心，以进一步深入了解中国。此外，美国还伙同其盟友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在涉华问题上指手画脚，拼凑反华小圈子。那么这一系列动作背后有何意图？来看报道。
当地时间周四，据彭博社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考虑一个建立所谓中国特别工作小组的建议，具体名称为中国任务中心，以进一步了解美国头号战略对手中国。报道称，该提议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对该机构在华能力进行更广泛评估的一部分。此举将提升中情局内部对中国的关注。CIA 目前包括反情报、反恐和近东等多个任务中心。所谓的任务中心是一个独立运作的实体，将会利用整合 CIA 的资源，关注一些优先事项。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该机构更广泛的东亚太平洋任务中心的一部分。据3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现任和前任官员透露，在情报部门中设置一个单独的中国中心，将更容易争取到涉华活动的人员、资金乃至于高层关注。CIA 这个中情局呢，它完全就是跟着拜登的对华政策的这个步骤呢来进行这样的调整的。因为拜登上台以后呢，在多个场合都公然宣称呢，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也就是说呢，美国正在倾向于呢把中国看成了冷战时候的苏联。所以呢，在这样的背景下呢，中情局呢忠实的遵照拜登的这个指示呢，来换做了把这个中国呢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别呢来处理情报工作的方面的工作。虽然 CIA 是向美国总统提供独立情报评估的机构，但该机构的工作会根据每一届政府所设定的优先事项来进行调整。比如，在2017年特朗普政府时期 ，CIA 建立了一个所谓朝鲜任务中心，旨在应对朝核问题。该机构当时表示，这一中心的建立将帮助其更有针对性地整合和指导 CIA 的工作。彭博社指出 ，CIA 如今针对中国的这一提议，反映了局长伯恩斯今年2月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提名确认听证会上提出的优先事项。当时他妄称，中国所谓敌对性的掠夺性的领导力是对美国最大的威胁，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强大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As President Biden has underscored, outcompeting China will be key to our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decades ahead. That will require a long-term, clear-eyed, bipartisan strategy underpinned by domestic renewal and solid intelligence. 伯恩斯还对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说，对于 CIA 而言，这意味着专注性和紧迫性的加剧，需要不断加强中国专家队伍，拓展语言技能，长期调整人员和资源配置，利用整个机构的方法来应对这一重大威胁。现年64岁的伯恩斯，今年3月上任美国 CIA 局长以来，多次发表言论，称要对付中国。就在上个月，伯恩斯在接受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采访时还叫嚣，正在探索像冷战时期对付苏联一样，提前部署中国方面的专家，以提高美国在和中国竞争中的效率。从整个一个冷战的历史上来看呢，中情局呢在冷战中扮演了一个非常不光彩的角色，应当说呢，在这个使用的手段方面是无所不用其极。所以呢，中国也要在这方面呢做好充分的准备。对于美方频繁渲染所谓的中美竞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此前表示，中美作为2个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发展等方面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关系与其他大国关系一样，难免存在一些竞争，但用竞争来定义或主导中美关系，则是完全错误的，只会导致对抗冲突。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打着竞争的旗号行封闭排华、遏制打压中国之实。除了在国内酝酿一系列针对中国的举措外，美国还伙同盟友对涉华事务指手画脚。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本周四，来自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4方安全对话国家的高官举行了视频会议。在视频会议上，4国称要在海上安全、网络安全、救灾等领域合作，还要实现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印太，以及开展国际合作以结束新冠疫情。此外，4国在朝鲜、缅甸等问题上交换了意见，还对东海、南海问题指手画脚。根据美国务院的新闻稿，这4个国家还讨论了所谓台湾海峡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此外，他们决定除了在高官层面举行定期磋商外，还要在今年秋天举行第2次领导人峰会。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会议之后，4国并没有发表联合声明，而印方的声明更是只字没有提到台海问题。所谓的4国体制呢，正在逐渐的成型，而且呢，有可能成为一个相关的机制。这种机制呢，显然是以美国为首的，同时呢，也是按照日本方面所提出的，打造一个亚洲的版的小北约的这样一种构想。
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台湾和平稳定似乎已经成了一些外国政客的口头禅。今年4月，美日领导人会晤中，两国的联合声明就提到了这句话。6月，7国集团峰会的联合声明再次出现了所谓台海和平稳定之类的内容。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曾回应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外来干涉。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屡屡采取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的错误言行，还企图拉拢其他国家一起打台湾牌。我们敦促有关国家以实际行动恪守对中方做出的严肃承诺，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好，希望你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在一封声明中表示，美日印澳4国高级官员在刚刚举行的定期磋商中讨论了台湾海峡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那对此您作何解读？我仔细浏览了一下有关本次美日印澳4国高级官员举行定期磋商的所有新闻，并且发现了几个值得我们玩味，甚至里面透露出了重大政治信号的细节。第一个是，会后美国国务院单独发了一个声明，印度政府也单独发了一个声明，但是并没有找到日本与澳大利亚官方单独发表的声明的相关新闻报道。这个也就至少意味着，本次会议之后，4国并没有发表一个共同的联合声明。没有发表共同的联合声明，也就意味着他们在这次会议中并没有取得一致的共识，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第二，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声明跟印度官方发表的声明，无论是在措辞还是在具体内容上，都有着重大而本质性的不同。美方的声明点了中国的名，说4国高级官员讨论的重点包括新冠疫情以及如何应对中国构成的挑战，并承诺要促进民主和人权，支持印度太平洋地区易受胁迫行动影响的国家。尤其是美方的声明中还提到了4方讨论了台湾海峡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而印度官方的声明，这不仅没有点中国的名，仅仅是笼统地表示4方致力于在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繁荣和包容的印太地区。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印方的声明只是没有提到台海问题。第三，我们知道，在台海问题上，日本、澳大利亚早已跟美国穿的是同一条裤子，他们已经多次表态要干预台湾问题，甚至是军事介入台海局势。因此，美日印澳4方没有发表共同的联合声明，以及印度官方单独发布的声明中没有提到台湾问题，也就意味着在介入台海问题上，印度仍然有顾忌，并没有完全跟美日澳保持同步。或者说，美国至今仍然没有成功说服印度，让印度心甘情愿地介入台海问题。在美国构建的印太战略中，印度仍然是那块难以补齐的短板。对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会见中国新任驻美大使秦刚这件事情，您有作何评论呢？我们知道，今年3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美国阿拉斯加会见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的时候，会前双方就已经是剑拔弩张，进行了长达半小时的唇枪舌战。上个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访问天津的时候，双方也是在会前隔空过招，互不相让。然而，在舍曼与秦刚的这次会晤当中，我们却意外地发现，原来中美双方会晤前后浓浓的火药味已经被浓浓的人情味所取代。舍曼在会前发推说，今天我欢迎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的秦刚来到华盛顿。而美国国务院也以正式而简短的声明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作为回报，秦刚则发推表示，谢谢舍曼在他自我隔离第1天之后就和他见面。而在此前，秦刚还曾经发推表示，希望美国尽快战胜疫情，并呼吁中美2国在疫情问题上进行合作，找到解决方案。那么我个人认为，这种态度上的变化至少对外透露出了一个政治信号，那就是秦刚这次出任驻美大使，
身上肩负的其实是想方设法修补与改善中美关系的使命，而不是像某些西方媒体所猜测的那样，是为了所谓的跟美国对抗，或者说秦刚这次赴美不是来战斗的，而是来和好的。反过来，美方显然也是把秦刚的赴任当成是尝试着改善中美关系的契机，而这个也就意味着对抗与冲突并非必然就是中美关系的宿命，我们还是可以有另外的选择。接下来就看中美双方怎么做了。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反中乱港组织民阵预计在本周内商讨解散决定。香港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表示，将调查民阵是否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随时对违法组织依法采取行动。违法者别以为解散便可以逃之夭夭。民阵在之前的香港乱象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港警一哥的最新表态向乱港分子释放了哪些信息？陈诚心洞察关键。周一正式开始的中俄西部联合2021演习，周五进行了最后阶段的实兵演练，目前已经圆满结束。央视新闻联播也进行了报道。演练中，中俄双方共投入1万多人，装甲装备200多台，飞机100多架，组成联合部队集群，在青铜峡合同战术训练基地展开陆空联合士兵训练，锤炼联合作战能力。外界注意到，这次演习是俄军首次来华参加我军战略战役演习。两国军队克服疫情困难，聚焦现实威胁，彰显了双方携手应对安全威胁、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与决心。演习一开始，4架歼20战机首先登场，2架歼轰七紧随其后，对敌前沿指挥所和对空观察哨实施空中打击。地面炮兵群展开齐射，精准覆盖拦阻目标；陆航作战群超低空进入，加入空炮联合突击，通过不同高度、不同方向叠加攻击。由歼11、歼16、苏30 SM 组成的中俄空军联合编队同时展开波浪式联合空中打击行动，防空群各型导弹结合，多车齐射，精准制导，拦截无人机蜂群。由中俄地面参演力量联合编成的装甲突击群并肩突击，分进合击，以密集火力打击敌装甲、地堡和步兵目标。演习中，中俄双方使用专用联合指挥系统，构建1网4链作战体系，组织空军、陆航、炮兵、装甲和步兵火力联合立体突击，大幅提升体系作战效能。深圳卫视注意到，此前联合指挥部指挥员、西部战区副司令员刘小武曾重点介绍，此次演习构建了由联合反恐作战战场信息网、情报链、指挥链、打击链、保障链组成的1网4链作战体系，可以使飞机、火炮、装甲车、单兵都能入网入系统。此次演习以联合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为课题，以两军联合反恐作战为基本样式，以应对传统安全威胁为重点，运用心智力量和非对称作战手段，对敌形成强大的联合打击能力。演习中，中俄指挥员共同研判、临机确定目标，实施指挥无人机实施精准打击，充分展示了两军联合作战能力达到了新的高度。中俄之间在这个参演部队，它在这个指挥的各个环节上是这种密切的协同的，而且使用了统一的指挥的这种信息系统。双方在这个以这个演习为契机呢，加强这个新的战法、新的装备，这种包括这种新的一些作战概念的一种融合。新锐被认为是本次演习的一大关键词。此次演习投入的新型武器装备占到81.6%。新华社此前就在报道中提到，中俄双方都出动现役新锐装备。俄方出动的苏30 SM 战斗机是全球3代半战斗机中的佼佼者，且经受过实战检验。中方参演的陆空装备中，陆地上的轮式突击炮和步战车、新型卡车炮，空中的运20运输机、歼16和歼20战斗机等，都是近年来频繁亮相的新鲜血液。这些已经形成一定列装规模的新装备，均具有不俗的作战性能。这次这个就是中方派出的就是非常多的这个察打一体的无人机，包括还有一些据称有一些这种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这种无人机的蜂群作战这样一种模式。这个实际上是对于俄罗斯来说，它也是非常有兴趣学习。
而在周五的实兵演练中，这些新型武器装备在正面6公里、纵深7公里范围展开行动。空军、航空兵、陆航和地面装甲炮兵、防空兵区分6个高层度，交替实施多个高度同时突击，在45分钟内投射弹药265吨，火力密度平均每分钟228发，火力峰值最高每分钟364发。这些数字呢，实际上就体现了什么叫饱和式火力打击。大家可以算一下，峰值最高的话，平均每秒钟呢就落下来6发炮弹。这个密度呢就是非常之大了，它已经是超过了2战时期的最高火力密度了。而且我们要知道，现代战争的这个打击的精准性呢，远远不是2战时期的所能相比的。那这么大的弹药投射量，再加上呢精准度，实际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去摧毁了敌方的防御体系。战法创新也是本次实兵演练的重要观察点。演习中首次使用运20运输机满载武装伞降，人员3门4路，重装3舰连投，最大程度缩减人装留空和人装结合时间，极大提高了空降作战时效性。运输直升机在武装直升机掩护下，特战小队超低空进入，单机6绳锁降，大大提高了反应速度。3门4路，那就是从机舱你要开3个门嘛，就是两边的侧门，还有呢尾门，这些呢实际上都是可以呢去进行投放。还有呢像重装的3舰连投，也就是说，让重型装备呢就是一次呢就可以呢3舰的投下去。对于空降作战来说，只有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人员和装备呢，投放下去，他们在着陆之后，人与人之间、人与装备之间呢，就是距离呢比较小，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呢去实现呢快速的集结，那这有利呢快速的形成战斗力，而且呢还可以呢减少呢运输机在空域中所停留的这种时间。微信公众号国防部发布周五发文指出，根据形势任务和作战形态变化，在联演中大胆创新实战化训练理念，拓展实战化训练内容，是提升部队实战化水平的重要途径。此次西部联合2021演习，我参演部队勇于创新战法，打以前没有打过的仗。例如，创新探索饱和火力打击，演习场上地面直取射火力同步，形成高中低衔接、远中近结合的饱和式火力波浪。此次中俄西部联合2021演习作为题演的联合2字如何体现，更是重中之重。周五的实战演习中，中俄特战力量混合编组交替掩护，联合夺控要道枢纽，对敌纵深重要目标展开破袭。通过两军融合编组联合破障，将联合作战行动向分队和战术级延伸，更加贴合未来两军联合作战的任务需求。比如说，中方专门开发了一套两军战场数据网络联合作战软件，在系统中实现了汉语、俄语的双语显示，既凸显出了中俄联合的紧密程度，又方便了两军的密切协同作战。而中方的主战装备 ZTL-11轮式突击车已有俄军步兵搭乘和操控。在5天的演习中，中俄两国参演官兵联合编组、联合指挥、联合行动，不断加深两军合作和传统友谊，巩固提升双方连战胜战的强大能力。我们一同训练演练，合账筹划，并对假想敌实施毁灭性打击。通过参加此次演习，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有着很高的战斗训练水平，并有能力抗衡当今世界上的各种威胁，其中就包括国际恐怖主义。值得一提的是，演习联合指挥部副指挥员、俄军东部军区副司令员诺索列夫中将，还在演习中亲自操作了中方装备，精准命中目标。他说，可以看出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是十分可靠的。观察指，俄军近年来先后经历俄格战争、叙利亚战争等，在叙战场强力压制一度猖獗的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与俄军的联演有助于我军在同场训练、同台演习中吸收借鉴俄实战经验，提升我军实战化水平。有这个反恐作战的、反恐演练的这个层面，但是更多的还是一种在这个新的信息化、智能化战场条件下，如何应对这个高端对手这样一种作战情境。实际上，这个对于双方来说呢，对于中俄两军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没有经历过的挑战。深圳卫视注意到，2005年以来，中俄在双边或多边平台上定期举行联合演习，包括上合框架内的和平使命演习，2012年以来的中俄年度海军演习等。
2018年以来，中俄开始进行更大规模的战略演习，旨在训练双方高层指挥人员进行合作。中国相继派兵参加了俄罗斯东方2018、中部2019、高加索2020三大战略演习，而今年是我军首次邀请俄军嵌入我方战略战役演习。国防部发布在文中指出，此次西部联合2021演习，中方变配角为主角，变分台合练为同台合练，变表面化的形联为深度融合的神联，既是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我军练兵备战成果的具体体现，许多方面也吸收了近年来中俄联演的经验，演练内容拓展到战场制信息权、制电磁权等层面，既贴近实战需求，也反映出中俄两军的战略互信和深度联合达到了新的水平。中俄联合演习导演、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中将、副参谋长吴亚楠表示，中俄合战筹划、同台演兵，充分体现了中俄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水平，必将进一步深化中俄两军战略互信，推动中俄关系更加成熟、稳定、坚固。演练结束后，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与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举行会谈，并见证签署合作文件。魏凤和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两军合作在疫情中逆势前行，相互坚定支持，体现了两军关系发展的高水平。在大变局、大疫情背景下，两军将深入贯彻元首共识，加强战略协作和全面务实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更大贡献。绍伊古说，俄方愿与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反恐等领域合作，共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努力。好，相关话题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中俄大规模联演今天进入高潮，过万官兵围绕联合打击恐怖主义展开实兵演练。那您对此又有何评论呢？外媒呢尤其关注这一场中俄联演，这和时下正在演进的可能影响地区和平稳定的重大事态息息相关。那么，所谓重大事态，当然是近邻阿富汗近来不断加速的颠覆性的局势变化。现在呢，塔利班武装可谓势如破竹。昨天呢，又拿下了第二大城市坎大哈，他们呢已经控制了16个省会，兵锋呢距喀布尔最近只有100多公里。那么，对于阿富汗首都已经形成事实上的 C 型包围。那么，正因为事态紧急，美英昨天呢都宣布向阿富汗临时增兵的计划，以加速撤回本国在阿公民。美国驻阿大使馆呢，甚至发布紧急声明，如果在阿美国公民没有钱购买机票，那么使馆方面呢可以提供小额的借贷。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昨天在宣布增兵3000人的这个同时啊，他也特别强调说，增兵计划是临时性的，纯粹呢是援助撤侨。那么美军8月底之前全部从阿富汗撤出的这个大方案没有任何的调整空间。我想这意味着美军对一手制造的阿富汗烂摊子选择呢撒手逃避到底。那么作为阿富汗的近邻，中俄两国避无可避。虽然不像中国、俄罗斯和阿富汗并无边境接壤，但是呢，俄罗斯在中亚具有重大地缘战略意义。和阿富汗接壤的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3个国家呢，都是多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的成员国。那么俄罗斯承担共同防御的义务。俄防长绍伊古前天呢，在莫斯科一场青年教育论坛发表演说时呢，他就特别提到说，塔利班武装目前呢已经控制了阿富汗与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边境的接壤区。俄罗斯高度关注这一事态，要确保塔利班武装不得向两国越界。那么此前呢，俄军已经和乌兹别克以及塔吉克两国的军队进行了多场指向明确的军演。当时呢，俄罗斯方面出动了1800名官兵。那么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中俄联演成为媒体的关注焦点。那么中俄两军展示怎样的过硬反攻能力，如何以强军态势来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相信呢会引发各方的持续的关注。好，谢谢广耀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据美媒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完成了最新的福特号航母的第3次全舰冲击试验，在航母右侧引爆了4万磅重的炸药。那这也是该航母最后一次全舰冲击试验。此前2次试验分别于7月16号和6月21号进行。2022年下半年，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将执行首次实战部署任务，外界猜测它很可能前往太平洋。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报道称，美国海军于上周日完成了福特号航母的第3次全舰冲击试验。美国官员表示，此次试验没有造成航母人员的伤亡，爆炸造成的损害也比预期的要小。
报道称，这次全舰冲击试验在佛罗里达州圣奥古斯丁海岸附近进行。这次爆炸的威力被记录为相当于3.9级地震，但该航母舰长保罗·兰兹洛塔表示，爆炸造成的损害比预期要小，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没有海洋哺乳动物受到影响的报告。报道称，在全舰冲击试验中，一艘小船拖着4万磅重的炸药，并将其投入到航母附近的水中。美国海军则会出动海洋哺乳动物搜索小组，确保附近没有受保护的动物，随后炸弹就会被引爆。第一次在距离航母较远的地方进行，然后每一次都离得更近。在爆炸发生后，舰员们需要进行损害控制，寻找任何漏水或是火灾的迹象，并检查战斗和船舶系统，以确保任何离线的设备都能迅速恢复。从美军发布的数据来看，福特号在此次试验中表现不错。爆炸后几分钟之内，直升机随即着舰，这表明航母能耐受冲击波并保持作战姿态。随舰测试的3000名舰员立即登舰展开检查工作，查看哪些系统受到损失。测试人员在福特号航母上安装了数千个传感器，搜集冲击波对航母各领域各系统的破坏效果。他们收集到的损伤数据十分珍贵，能指明军舰的弱点，并以此为依据进行针对性的改造升级，从而有效提升军舰的生存能力。此外，考虑到冲击波对航母造成的伤害可能是潜在性的，因此爆炸之后，福特号航母立即展开极高航速航行，检验并发现爆炸冲击波对航母各部件的潜在破坏效果。福特号航母舰长兰兹洛塔表示，舰员们将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仔细检查各个系统和子系统，然后将检查航母的航行能力，以确保这艘航母以最高速度返回弗吉尼亚时不会出现问题。一旦这艘航母完成最后的评估，它将前往弗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斯造船厂进行数月的维护工作。福特号航母按计划将在2022年春季出海，届时舰员们将开始与舰载机部队一起训练，为该航母的首次部署做准备。而2022年下半年，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就将执行首次实战部署任务。外界猜测，它很可能前往太平洋。福特号的航母到底能不能按照它的节奏走，还是很大的问题。因为呢，说很容易，实际情况就不一定是如此了。你比如说，它原来呢是2017年的时候就服役了，按理来说，你1-2年时间就能够形成战斗力，但你到现在也没有嘛。最大的问题在于哪呢？应用的新技术太多。这样就会导致它整个的可靠性呢大幅的降低。一艘航母要进行有效的作战，不只是要看你的技术指标要先进，还要看你可靠性高不高的。如果你3天2头的出问题，那么这艘航母呢实际上是很难去进行实际的战斗部署的。香港南华早报发文指，福特号航母进行全舰冲击试验，就是想向外界传递信号，美国航母并不惧怕反舰导弹的攻击。其实，美军对全舰冲击试验的重视来源于2战中的实战经验。统计数据显示，当时军舰主要承受3大类冲击：第一是被敌方弹药直接命中的接触性爆炸；第二是水中非接触性爆炸；第三是自身武器发射产生的后坐力。受限于2战舰炮和航空炸弹的技术条件，每舰承受的非接触性爆炸概率最高，而海水能高效传递炸药爆炸产生的能量。一些非接触性爆炸对舰体的破坏效果甚至比直接命中更可怕。美国海军对全舰冲击试验的重视习惯也因此一并延续下来。但随着精准打击武器的发展，非接触性爆炸还是不是现代军舰面临的主要威胁？各国海军也有不同看法。南华早报也承认，全舰冲击试验虽然证明福特级航母能经得起水雷或导弹袭击，但并没有证明他们经得起直接攻击。美国航母的不易沉没与不易失去战斗力是2个概念。航母本质上是海上浮动机场，一旦失去起降战斗机的能力，就意味着它失去战斗力。例如，越战期间，美国弗莱斯特号航母就曾因为静电意外触发一架 F-4战斗机上的火箭，导致飞行甲板上的战机发生连环爆炸。虽然该航母没有沉没风险，但却因此彻底失去战斗力，被迫修理了7个月。换句话说，只要导弹能突破防御命中美国超级航母，后者即便不沉，战斗力也将大大降低。这种抗冲击实验并不能说航母呢一定呢就挨得住呢重型反舰导弹还有鱼雷的这种攻击。因为呢在进行类似的抗冲击实验的时候，实际上里边很多东西它是没有装的，试验和实战呢还是不一样的。实战情况下呢，你这舰里边它很多充斥的这种像燃油还有呢弹药等等，那么一旦呢被命中，那很容易呢产生这种殉爆。
而且这种内部爆炸对于舰艇的话，那损伤能力是非常大的。其实，自2005年开工建造以来，这艘美国最新型的福特号航母就一直饱受技术问题、设备故障和进度延误的困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设计中不断融入的新技术。例如，该航母配备的先进弹药升降电梯系统，原本是为了节省弹药从仓库运送到飞行甲板并安装到战机上的时间，但最后这一系统却陷入麻烦。还有该航母的电磁弹射系统也频频故障。福特号航母的计划成本上限为105亿美元，但到去年夏天已经攀升至130多亿美元。而美国国会研究服务中心当时警告称，这个数字可能会继续上升。2019年10月，在美国众议院军事准备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美国海军中将托马斯·摩尔承认，福特号航母本应该在2018年部署。美国弗吉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伊莱恩·卢里亚将这艘航母称为是无法部署的核动力漂浮驳船。